欢迎你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FBI 微动作心理学，作者金圣荣，演播木冉冉。欢迎订阅。前言，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只有对他人有一定的了解，才能找到合适的方式与之交流和交往。因为当我们了解了对方之后，才知道对方喜欢什么话题，以及怎样与之交流，从而拉近彼此的距离，并且让对方开口说话。但如果我们对对方的个性、兴趣、习惯等毫无所知，接下来的交流与交往就无从下手。对于初次见面应该怎样交流的问题，不少人会感到很纠结。其中的原因就是，在面对陌生人时，人们往往不知道怎样引出话题。在与陌生人交流的过程中，不知道对方对自己的话题是否关注，不知道对方对自己的态度，也不知道对方是怎样的一个人等等。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就需要懂得一些人类的行为心理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个性对一个人的行为有着很大的决定作用。如果我们用心地观察自己和他人的行为，就不难发现，其实每个人的一举一动都在告诉他人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也就是说，将我们个性出卖了的正是我们自己的身体反应。一样的道理，如果我们很了解一个人的个性，不仅会对他当前的行为有所掌控，还可以根据他的个性对他在未来会做些什么有所预见。每个人都希望对别人多一些了解，其实呢，这并不难。只要大家在生活中做个有心之人，善于观察周围人的举动，慢慢的就会发现，在人们各种细微的动作中隐藏着他的个性信息，而且他的细微动作还能显示出其内心的微妙变化。可以说， FBI 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一种神话般的存在。有相关资料反映， FBI 曾查办出很多惊动世人的大案。这些办案人员不仅办案速度快，而且在对犯罪嫌疑人的审讯中也很少出现纰漏。FBI 之所以有着神奇的办案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办案人员对人类行为所透露的信息的准确把握。FBI 办案人员深知，在人们看似不经意的手势和动作中，隐藏着个人内心的秘密。人类的肢体动作是一种无声的语言。心理学研究发现，当人与人面对面交流时，通过肢体语言所传递的信息高达 55% 以上。也就是说，人类的肢体语言在人际沟通中有着语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谓的肢体语言，就是一个人用身体动作来表达情感、交流信息、表明意图等沟通手段。它包括面部表情、姿态和手势，以及其他非语言手段，也是人们在日常交流中用以辨别他人内心世界的主要根据。事实上呢，这些丰富的肢体语言的确更能无声胜有声地将信息表达出来。美国心理学家爱德华·霍尔曾说，无声语言所显示的意义要比有声语言更丰富。而行为研究表明，肢体语言对内在素质的揭示具有确定性和直观性。那么，想要解读肢体语言，并通过这一方式达到对他人了解的目的，该从哪方面入手呢？首先，要学会观察周围人的行为方式。研究表明，你对一个人越是了解，就越容易发现他的行为所透露的信息。而你视线里存储的数据足以让你对这些信息做出相应的判断。比如你发现正在念初中的儿子在参加考试前有挠头或咬嘴唇的举动时，你就应该知道，对于这次考试他可能没有做足准备或者比较紧张。
而你在以后的日子里也一定会看到，每当他内心紧张时都会做这个动作。通过对亲近的人的观察，你会掌握一些判断行为方式的依据，然后去试着分析和识别陌生人的各种微小动作，并不断地积累经验，了解越来越多的肢体语言所透露的信息。另外，要知道一个人行为变化的含义。一个人行为发生变化，表明这个人正在对某种信息进行加工或者调试，这也能反映出某个人在某种环境下的兴趣和意图。对这些行为变化的了解，可以帮助我们预测将要发生的事情，让我们获得更加充裕的时间，以找到应对的方法。FBI 办案人员总是能够从犯罪嫌疑人的细微的动作变化中捕捉到他心理状态的变化，从而找到审讯的突破口。根据办案人员的经验，犯罪嫌疑人微小的手部动作、腿部动作、躯干突然挺直、前倾或后倾、眼神的专注和不专注、瞳孔大小的变化等，都可能隐藏着犯罪嫌疑人的犯罪线索。FBI 的这一办案经验完全可以应用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人们第一次与人见面时，就可以通过观察对方不经意间做出的肢体动作，去分析判断对方的个性以及心理变化，从而在短时间内了解对方的个性及好恶，为自己赢得掌控局面的机会。本书通过典型案例以及细致的心理分析，向人们展现了作为非语言形式的肢体语言在各种状况下所传递的信息，比如手部动作所包含的各种含义，腿部在不同情形下的下意识动作，眼神动作、视线移动所表达的意义，以及人们在说话时的语态所传递的各种信息等，并通过对这些肢体语言的展示，为大家提供了很多值得参考的行为动作的常识。任何一种动作都可以是人们了解他人内心世界的途径。语言可以伪装，但人类的行为和眼睛的动作却很容易在不经意间泄露一个人的内心秘密。无论他隐藏的有多深，都能透过肢体语言发现其中的端倪。因此，想要更多更快地了解他人，拥有更顺利的人际交往，就要在生活中做一个有心人。只要善于观察、勤于思考，就能够掌握识人的本领。我们编写本书的目的也在于此，希望读者通过阅读本书，能从中学习到一些识人的技能，从而在人际交往过程中更加游刃有余。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下集精彩继续。欢迎你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FBI 微动作心理学，作者金圣荣，演播木冉冉，欢迎订阅。第一章，第一印象。 FBI 告诉你从第一印象认识对手。怎样才能形成完美的第一印象？在社会交往中，人们留给他人的第一印象对自己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FBI 根据多年的判案经验，总结出这样一个结论：当互不认识的人第一次见面时，对对方60%至80%的初步印象是在相见后的4分钟之内形成的，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第一印象。科学研究表明，大脑神经系统对新信息的反馈是人们形成第一印象的原因，起决定作用的是杏仁核和皮质层。人类的大脑会将每天所接收的信息进行编码，在初次接触到某一事物时，大脑中的杏仁核和皮质层会根据对方的特征进行快速的分类，使得人们对这一事物形成第一印象。而对第一印象起着决定作用的就是观察者的视角以及被观察者的表现。
第一印象对人们的重要性到底有多大呢？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与其夫人希拉里的结合，以及由此对美国历史的影响，不能不说有赖于他们的初相识。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耶鲁大学图书馆，初相遇时，希拉里与克林顿对视了很久，之后他主动走向克林顿，并对他说：我们既然对视了这么久，我认为我们可以相互认识一下。正是希拉里的这句话开启了二人人生的新篇章。可以说，有很多男女的结合正是源于彼此美好的第一印象。当然，很多时候第一印象带给人们的感觉都各有不同。比如，有人因为第一印象博得了用人单位的好感，于是就顺利地找到了一份可心的工作。有人则因为第一印象而失去了这样的机会。可见第一印象对于人们的影响有多大。一位作家就曾说过，对于第一次见面中不喜欢的人，他绝不会见第二次。既然第一印象的影响如此巨大，那么人们应该如何让自己留给他人的第一印象变得更加完美，从而获得更多的关注、信任，为自己的人生赢得更多的机会呢？ FBI 在办案的过程中，由于经常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并需要尽可能在短时间内对其进行正确的分析和判断，所以探员们对人的观察十分的细心。他们可以从第一印象中很快地判断出一个人的身体状况、文化教养、个人素质等。当然，在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中，对他人留给自己的第一印象所做的判断，有时难免会出现偏差。比如，很多人看到娃娃脸、大眼睛，就会觉得这个人比较亲切、单纯；见到健谈、热情开朗的人，就断定他善良，否则呢，便认为他是悲观内向的。或许真实情况不是这样的，第一印象未必真实，而基于第一印象所做出的判断也未必准确。不过，我们不可否认的是，第一印象有一定的持久性。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对他人做出的基于第一印象的判断，是要花费一段很长的时间的。所以说，在社会活动中，重视自己留给他人的第一印象还是很有必要的。研究表明，在第一次会面中，外表在个人印象得分中占到了 50%， 也就是身高、性别、年龄、体重、肤色、形体语言、衣着打扮等。作为外表的一部分，这些因素都起着相应的作用。其次，一个人的说话声音和方式占据了第一印象的 38%， 其传达的信息以及内容占 7%。 因此，在与他人初次见面时，要想给人留下完美的第一印象，应该从这几个方面下功夫。对于穿着，有些人并不十分在意，殊不知服装作为一种非语言，其实呢是有着一定的暗示含义的。一位公司的老板曾这样告诫自己的员工：如果你迟到了，不管是因为什么，都不要着急忙慌地来上班，否则当你衣衫不整地走进办公室时，所有人都会以为你碰到了麻烦。所以呢，当迟到已经成为不可更改的事实时，那索性就迟到，拿出一些时间来好好的打扮一下自己，让你看起来有条不紊。这样呢，你就会因为你的良好形象，使得你的迟到得到一定的补偿。一些职业设计师和心理学家为了帮助人们建立良好的第一印象，给出了这样几条建议：一、初次与人见面时，花点时间在穿着打扮上，注意一下自己的仪表，做几个深呼吸，消除紧张感，从而给人从容淡定的初印象。二、微笑面对他人。
微笑是最好的语言，它能快速消除彼此的陌生感，使双方更容易轻松地交谈。因此，与人初次见面时要面带自然的微笑。3. 研究表明，展现你对他人的兴趣会让你更有魅力。在与人见面时，要弄清楚对方的名字，初次相见就能开口叫出对方的名字，这会让对方非常的高兴，你也因此会给人留下良好的印象。4. 用眼神沟通。第一次见面，对方是位女性时，切忌直勾勾地盯着对方，那会让人对你产生误解。与人交流时要平视对方，也就是用眼神说话，这样会让对方感觉到你的强大，但眼神不能朝向侧前方，那会让人觉得你流露出的是不屑一顾的神态。5. 杜绝无用动作。在交谈的过程中，不要有什么小动作，要集中注意力。如果在与对方交流时不断地出现各种小动作，比如整理衣服、摆弄头发等，会让人感觉你对人缺少起码的尊重。另外呢，手机尽量调成静音，如果实在有不得不接的电话，要跟对方说声不好意思。一般情况下，这样还会赢得对方的理解。6. 在与人交流时要表现出积极的态度。态度很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着你所释放的信息。如果你的态度是积极的，即便在焦急紧张的情况下，你的态度也会给周围的人带来好的影响。7.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姿势。站着时要直立，这会让你看起来很自信。坐着时不要把手放在胸前或者翘起二郎腿。与对方握手时也有一定的讲究，一次强有力的握手会给对方留下好的印象。在初次与人见面时，要从多方面考虑，每一个环节都要注意到。人们常说细节决定成败，而能否给他人留下完美的第一印象，正是由诸多细节决定的。完美的第一印象在交友、相亲、找工作等诸多方面都对我们有着深刻的影响。它可能会因为你的大意和随便而让你失去了本不该失去的机会。因此，想要赢得人生中的各种机会，在与人第一次会面时，做足充分的准备十分的有必要。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下集精彩继续。欢迎你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FBI 微动作心理学，作者金圣荣，演播木冉冉，欢迎订阅。第一次见面，怎样读懂别人的心思？第一次与人见面，就能迅速地读懂他人的心思，对自己很重要，因为那可以让你很快地做出应对他人的反应。正确的反应在之后双方的交流中，甚至对于是否继续交往，都起着一定的正面作用。而错误的反应则会适得其反，还可能会让双方陷入一时的尴尬境地。因此，初次见面时，想要双方的交流更加顺畅愉悦，首先呢，要读懂对方的心思。那么如何才能在初次见面时快速地读懂对方的心思呢？初次见面，虽然双方都很陌生，但是如果留意观察对方，还是可以从一些细微处读懂对方的心思的。实际上，一个人的面部表情、言谈举止、衣着服饰等方面都会透露出他的个性与心思。因此呢，只要是在这些因素中捕捉到其所透露的复杂而微妙的信息，就可以准确地判断出一个人的情绪、性格和态度等。所以说，在初次与人见面时，如果你是一个善于观察、心思细腻的人，就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
将这些信息收集到，并通过快速的分析判断，洞察出对方内心的真实想法。德谟克利特是古希腊的一位哲学家，被后人称为唯物论的鼻祖。这位哲学大师有着很强的洞察力。有一天，德谟克利特在街上散步，碰到了一位熟识的姑娘，于是他上前与这位姑娘打了一声招呼：“姑娘，你好啊。”第二天非常凑巧，德谟克利特散步时又遇到了昨天同样打扮的那位姑娘。然而仅仅隔了一天，他就发现了姑娘与昨日的不同，于是这样打招呼道：“太太你好。”一夜之间成为太太的那位姑娘，其身份的变化就是那样被德谟克利特一眼看穿。姑娘马上羞红了脸，微低头让德谟克利特从身边走过。那么德谟克利特是如何看出姑娘的变化呢？当然是从姑娘的脸色、眼睛的活动情况，以及面部表情和走路的姿态等一系列细微的行为举止中看出来的。而能够做出如此准确的判断，当然与德谟克利特善于观察的个性分不开。据说这位哲学大师有着极其强烈的探索精神和敏锐的观察力。他有时正吃着新鲜的水果，会突然地从房间跑出来，到果菜地里去搞清楚那个瓜果好吃的原因。从这点可以看出，他为什么会有那么神奇的识人本领了。当然，德谟克利特的故事也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对于善于观察的人来说，一个人的样貌举止是可以反映出他的精神和身体状况，以及他的性格等信息的。在 FBI 办案多年的探员，由于接触过各种类型的嫌疑人，因此呢，他们能够从嫌疑人的每一个看似平常的动作和话语中，以及他们的着装上，洞悉到常人难以看出的丰富的非语言内容。而正是这样的观察力，让他们一次次地从这样的判断中准确地找出嫌疑人的罪证。FBI 探员是一群训练有素的人，善于观察是他们工作必备的能力。不过，任何人通过努力学习，都可以使自己的观察力得到提升，从而在与人初次见面时能快速地读懂对方的心思。想要掌握快速读懂对方心思的技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肢体语言。与人初次见面时，可以留意对方的肢体动作。一般情况下，身体动作不仅显示着对方当下的内心状态，也显示着他的性格特征。例如，紧张的表现。初次见面交流时，如果对方时不时地触摸颈部，则表明他内心有些紧张，正在下意识地用这样的动作试图消除紧张感。另外，按摩额头或者摸耳垂也是一种紧张的表现。同样，如果女士摆弄颈上的项链，男士时不时地拉领带，都表明他们正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深呼吸或者是话语突然变得多，也是平缓情绪的方法。如果你看到对方深呼吸，就可以断定他可能正在压抑着自己的情绪，或者在交流过程中，本来话语较少的人突然话多了起来，也表明此人的情绪开始变得不太稳定了。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细微动作都能显示出对方紧张的情绪。因此，当你观察到对方的这些小动作时，可以根据情况决定你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二、眼神。初次见面，当你发现对方在和你交流时没有眼神的沟通，那么一般情况下，你可以断定此人正在试图隐瞒什么。这时呢，你要注意了。三、鼻子。在交流时，如果对方时不时地擦鼻子，可能说明
他对你说的话持有不同的观点和意见。这时呢，你可以停下来听听他的想法，而不是一味的自顾自地讲下去。4. 揉眼睛或者捏耳朵。在彼此交流时，如果对方出现揉眼睛或是捏耳朵的动作，可能表明他对你说的话心存疑惑。所以呢，你可以试着询问他此刻的想法，以更好地将自己的意思或者观点讲给他听。5. 紧握拳头。在与他人初次见面时，你如果发现对方紧紧地握着拳头，那就要当心了。这样的动作表明他此刻可能正处于一种愤怒的状态。当然，这种动作有时也意味着一个人对某事的坚决态度。6. 脚步动作。初次见面时，如果在交流的过程中，对方将自己的双脚置于朝着门的方向，那很可能表明他此刻正准备离开。如果你观察到这一点，可以快速地做出应对反应，以有利于你达成自己的目的。7. 下移。初次见面交流时，如果对方坐在椅子上往下移，则很可能表明他对你说的话很赞同。这时呢，你可以充满自信地将自己的观点说出来。8. 清嗓子。与人初次见面时，如果在交流的过程中发现对方有意识地清嗓子，那你就要当心了，因为这个动作表明的是一种轻责的态度，所以你该好自为之。9. 搓手。初次见面时，如果对方总是不停地搓动自己的双手，那表明他对你是有所期待的。初次见面，在不了解对方的情况下，想要顺利地完成交流或者达到某种目的，就需要有很强的观察力来帮助自己，从对方的一些细微的表情动作中找到突破口，以做出及时正确的反应，使初次见面成为双方交往的良好开端，或是很好的解决当下的问题。这些呢，都需要在生活中慢慢的锻炼，时间长了，自然就能掌握一二。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下集精彩继续。欢迎你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FBI 微动作心理学，作者金圣荣，演播木冉冉，欢迎订阅。初次见面，从点菜上读懂对方的性格。现代社会，人们经常会参加一些聚餐，在参加聚餐的人当中，有很多人可能是第一次见面，他或许是朋友的朋友，或许是生意上的初次合作者等。众所周知，初次见面的第一印象非常的重要，因此在彼此并不熟悉的情况下，先通过对一些细节的观察来了解对方的性格与喜好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只有了解了对方，才能知道从哪里切入话题更好，才知道怎样做更合宜。所以呢，要想让初次相见的相处变得更为融洽，要想给他人留下完美的最初印象，就要有识人的本领，就要能从一切可能了解对方的方面去观察，从而窥探出对方的一些性格特点，更快地与之熟络起来，为顺利的沟通打下良好的基础。凯文是一家国际贸易公司的高管，工作方面一直比较顺利，只是人过了30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一次，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个叫爱丽丝的女孩，凯文与爱丽丝的初次相见约在一个餐厅。女孩很漂亮，工作单位也很好，但是在吃饭的时候，爱丽丝很麻利地点了很多自己爱吃的菜，结账时也花费了不少钱。在爱丽丝看来，凯文是一个高管，自然不差钱。
但他不知道自己这样做实际上是忽略了对方的感受。凯文虽然身为高管，但一向崇尚节俭，所以在看到爱丽丝的举动后，他马上地意识到对方可能是一个贪图享受的人，而从爱丽丝考究的穿着上更是确信了这一点。他认为爱丽丝与自己不是同类人，不适合做自己的妻子，于是呢，他就果断地选择了放弃。只是一次点菜，凯文便认定了爱丽丝不是自己妻子的合适人选，而爱丽丝呢，则可能无从知晓其中的原因。但是无论如何，她通过点菜而暴露出的性格特点，确实可以让人明白，要了解他人的性格，可以从生活中很多细小的环节入手。吃饭点菜，人们往往并不在意这样简单的行为，而正是这种下意识的行为才昭示出一个人性格的某些特点，有心之人看在眼里，就会把它当成对对方做出评价的重要因素，从而对未来是否与之交往、如何交往产生深远的影响。美国的 FBI 办案人员发现，从一个人的行为中可以解读出他的性格特点，而一旦掌握了一个人的性格特点，对于他在既定环境中做出什么举动，就能很容易地判断出来。可见，在与人初次见面时，如果能通过对对方的某种行为而看出其性格，这对于之后的交往交流将会是很重要的。所以很多人会在餐桌上对他人不露声色地进行观察。事实上，从点菜的方式的确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那么各种不同的点菜风格会透露出怎样的个人性格特点呢？聚餐时，点菜是必修课，而在饭桌上点菜的几分钟，是一个人性格特点流露的最佳时间。一样是点菜就餐，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点菜风格，这个点菜风格也正是其性格的外在显现。一、征询他人之后点菜。有的人在点菜时会先问一下其他人的意见，然后再点菜。这类人属于比较灵活的人，而且非常注重细节，但是他们在生活中有时会略显拘谨。二、点自己爱吃的菜。有的人在拿到菜单之后，先把自己爱吃的菜点上。这类人的性格呢，一般都比较直爽，他们行事果断，不会伪装，也不喜欢比较小家子气的举动。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人，无需太注重小节，更不用故弄玄虚。三、说出自己想吃的菜。在聚餐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一些人，他们会将自己想吃的菜告诉主人，然后等着主人做决定。这类人的性格呢，大都比较开朗乐观，为人友善，他们通常懂得照顾别人的感受，但对自己也不会轻易的委屈。四、不发表意见者。在聚餐的时候，也有一些人对于点菜这个问题从不发表任何意见，别人点什么就跟着吃什么。这类人的性格呢，一般都比较温和，他们大都随遇而安，因此平常也比较喜欢随大溜。他们不会轻易的与人发生冲突和争执，但很容易忽视自我。五、点菜特别慢。有的人在点菜时将菜单翻来翻去，很难下决定点什么菜。这类人的性格呢，通常比较认真，他们做事往往一丝不苟，而且能积极认真地听取他人的意见。不过呢，这类人会显得缺少主见。六、先点好菜，然后再根据情况变动。这类人在点菜时并不犹豫，但是菜点完之后，常常会再对所点的菜进行更改。这个细微的举动就会透露出此人小心谨慎的性格特点。这种人在生活和工作中大都比较优柔寡断，更换点好的菜会给人留下办事啰嗦、性格软弱的印象。更换点好的菜或许是正确的，
但是已经点完的菜再进行更换，则表明此人对大局的掌控能力不足。7. 先请服务员介绍菜品，然后再点菜。有些人在点菜时总喜欢对服务员的业务水平先考察一番，让服务员将菜名报一下，介绍一下菜品的特色，然后再决定点什么菜。这种人大都有着很强的自尊心，不喜欢被人指挥，讨厌欺诈行为。如果菜品简单，但菜名起得很怪的菜，就会引起他很强烈的反应。当然，这样点菜风格的人性格很独立，他认准的事情是不会轻易变动的。这种人呢，往往很坚持自己的选择，在做事的效果上也追求完美。他希望自己能够不同凡响，一鸣惊人，所以这类人对他的分内之事一定会尽全力而为，积极的对待。而在与他人交往时，却能够表现出一定的弹性，让双方都能有面子。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下集精彩继续。欢迎你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FBI 微动作心理学，作者金圣荣，演播木冉冉，欢迎订阅。初次见面，打电话的动作能看出个性。想要了解一个人的个性，可以从很多方面入手。如果你足够细心的话，完全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窥探出他人个性的细节。FBI 有着全球最出色的心理研究机构，他们结合社会环境和人性的本质，对不法分子进行全面的心理研究，旨在通过这样的研究来了解罪犯的想法，进而对案件的破获有所帮助。在他们看来，了解了别人的想法，才能读懂别人的心理变化。现代社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希望能够读懂别人的心理变化，因为在当今激烈竞争的年代，唯有读懂别人的心思，才能成功地掌握他的心理，进而赢得更多的竞争，成为社会的强者。在社会生活中，与人交流和共事时，都需要揣摩对方的心理变化，因为人都是戴着面具生活的。很多时候，人们会将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掩盖起来，这就需要我们通过一些细微的动作和表情去了解他的个性和真实的心理变化。所以，通过某些细节去了解他人是非常必要的。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发展，人们已经非常依赖于通信设备来进行交流了。因此，在人际交往中，特别是初次与人见面时，如果对方有电话打进或者打出时，可以通过他打电话的各种小动作来分析判断他的性格特点。那么，一个人在打电话时的动作和表情可以透露出怎样的真实性情呢？1. 认真听电话的人。在电话沟通时，如果一个人出现身体前倾，同时伴随着丰富的面部表情，并做出各种相应的动作，那就可以判断此人性格随和，为人友善，而且在工作和生活中都充满着自信。这类人大都有着较强的自制力，能够很好地掌控自己的生活。2. 与他人通话时姿势悠闲。很多人在与他人通话时会保持很悠闲的姿势，给人一种悠闲自得的感觉。这类人呢，通常情绪稳定，拥有冷静的头脑，就算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麻烦和困难，他们也能够表现得镇定从容，具有面不改色的气势。3. 通话时表现得三心二意的人。有些人在与人通话时表现得三心二意，而且继续着手里的事情。一般情况下呢，这种人的性格大都比较急躁，他们说话做事会争分夺秒。这类人往往富有进取精神，无论在工作还是在生活方面，
都会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并能够认真负责。4. 通话时喜欢信手涂鸦的人。有些人在与他人通话时，经常会在纸上乱写乱画。这类人大都具有艺术才能，有着丰富的想象力，但是往往也会不切实际。他们生性乐观，无论遇到多大困难，都会以积极向上的态度去面对。所以，这类人很容易解决到生活中的各种难题。5. 通话时不停摆弄电话线的人。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人在打电话的时候，用手指不停地缠绕着电话线。拥有这类习惯的人大都生性豁达开朗，对待生活与工作有着玩世不恭的态度。这些人呢，很会自我安慰，懂得知足，因此他们往往给人无忧无虑、安于现状的感觉。6. 通话时紧握话筒之人。有一些人在打电话的时候，会不经意地紧紧地握住话筒。这类人呢，一般都属于外圆内方之人。他们或许表现得很圆滑世故，但实际上个性比较坚毅。这种人一旦下定决心，就会坚持下去。与之相反，在打电话的时候，轻握话筒的人缺少持之以恒的精神，做事情只有3分钟的热度。更多的时候，他们打电话只是为了宣泄内心的不满而已。因此，对于对方的倾诉，反而不会耐心的倾听。不过，这类人呢，往往具有独创性。7. 通话时习惯握住话筒中间的人。在打电话的时候，握住话筒中间的人属于温和型的性格。这类人在与人交往时，总会表现得大方、沉稳、温和。8. 通话时握住话筒上方的人。一般情况下，在生活中习惯这种握法的大都为女性。拥有这种习惯的人往往比较神经质，性格属于歇斯底里型。这类人不喜欢热闹的氛围，而且情绪波动比较大，经常会因为一些小事大发雷霆，但情绪转换的又特别快，让人琢磨不透。9. 通话时手握听筒下方的人。一般男性习惯这种握法。这类人呢，往往体力充沛，富有冒险的精神，且行动力强。他们对于他人托付的工作会爽快地接下，并很快地完成。习惯这种握法的女性，则会是一个过于任性、好恶感较强之人，因此比较缺乏温柔细致的一面。10. 通话时听筒离耳朵比较远的人。有些人在打电话的时候，会让听筒离耳朵远一些。这类人拥有很强的自信心，社交能力和行动力都比较强，而且有着很强的个性和表现欲。有这种习惯的女性，会因为过于好强，给人强悍的感觉。在现代社会中，电话已经成为人手必备的物件，随时随地接打电话已非常普遍。所以，能在与人初次见面时，及时捕捉到对方打电话的细微表情和动作，对于及时了解对方的性格特点会有很大的帮助。当然，这个前提呢，是你足够细心，善于从细微处观察，并能做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下集精彩继续。欢迎你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FBI 微动作心理学，作者金圣荣，演播木冉冉。欢迎订阅。从抽烟看他人的性格特点。在与人初次见面时，想要了解对方的性格特点，还可以根据他抽烟的习惯性动作来观察判断。FBI 人员在办案的过程中，往往会从犯罪嫌疑人捻灭烟头的不同动作
来对其性格特征进行识别。那么吸烟之人在捻灭烟头的动作中都会暴露出怎样的性格特征呢？心理学研究表明，如果一个人将仍在冒烟的烟蒂随便地扔进烟灰缸，则可能表明此人凡事以自我为中心，比较自私懒散。这类人通常做事不够谨慎，喜欢打马虎眼，经常会遗失东西，别人拜托他做的事儿也往往不了了之。如果一个人在扔掉烟蒂时会用按压的方式将烟熄灭，那么这可能是他发泄心中不满，或者是产生了某种欲望的表现。这类人呢，个性比较倔强，甚至有些偏激，因此在遇事时容易冲动。他们有着充沛的体力，但是对心中的各种欲望找不到合适的方式去处理，因而内心常常感觉焦虑急躁。不过呢，他们会深得上司的喜欢，因为这类人做事比较积极，很少出现半途而废的状况。如果一个人在扔掉烟蒂时会先将其轻轻地熄灭，则表明此人非常注重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因此这种人往往行事谨慎，很少会因鲁莽而做错事。与此类人交往时呢，也不要太大条，应表现出谦逊和彬彬有礼的样子，这样才会赢得他们的认同。不过呢，由于这类人做事过于谨慎，致使在某些时候可能无法将自己的意见完全传达给对方，而且也正是由于谨慎过度，他们有时会显得犹豫不决，从而让一些大好的机会白白地溜掉。如果一个人吸烟过后习惯用脚踩灭烟蒂，那么这就表明他是一个喜欢争强好胜之人。这类人的特点是不会轻易的认输，有一定的攻击性，因此呢，他们往往喜欢对他人进行讥讽打击。这类人的人缘较差，但倘若他对某人产生好感，就一定会向对方表明。如果你在初次与他人会面时，对方有以上这些捏灭烟蒂的动作，那你便可以根据上述来大体地判断出其性格特征，从而找到合适的方式与之交流。当然，抽烟作为大多数男性和少数女性的习惯，除了上述几种习惯动作之外，还有很多种探寻其性格特征的其他途径，如从他们吸烟的姿势中去判断其性格特征。我们先从男人说起，不同的男人会有不同的吸烟姿势。如果仔细观察，可以看到每个人在吸烟时的手指位置都是不一样的。这些吸烟方式可以大体分为5类。 A. 摊开手指，使大拇指按着下巴或者放在嘴边。 B. 吸烟时大拇指放在旁边。 C. 用中指和食指的指尖夹烟。 D. 把烟放在中指和食指的其缝口指根上。 E. 反手拿烟，也就是说吸烟时手掌是向外张开的。吸烟的方式呢，大概有这5种。那么这几种吸烟方式各有什么含义呢？ A 型，摊开手指拿烟的人。这种人往往比较敏感、情绪化、逞强任性，似乎很难让人接近。但事实上，这种人是比较喜欢亲近他人的。当然，有些人平时可能并不这样拿烟，只是在心情不好或者紧张的时候才会这样。 B 型，吸烟时把大拇指放在旁边的人。这类人呢，大都很独立，他们意志坚强，但同时也很自负，不喜欢被人命令，不论遇到什么问题，都想给出自己一点建议，不然就觉得不放心。他们喜欢忙碌的状态，属于领导型的人物。他们的缺点就是性子太急，而且一向好大喜功，所以有时难免会遭遇失败。如果他们遇事能多一些冷静，对自己会更有利。
C 型，用指尖夹烟的人。这类人一般都比较善良，他们大都性格温和，比较照顾他人的感受，所以在做事的时候总会为他人留有余地。不过他们对任何问题都持有消极的态度，不喜欢冒险，在做事时往往会选择一条最安全可靠的方法。这类男人呢，很会体贴人。D 型，用指根夹烟的人。这类人呢，比较实际，为人处事不含糊，是可以信赖的人。他们看上去和善老成，但是有时候也会出人意料的大干一场。这类人不是顾家的类型，他们很喜欢在外活动，喜欢社交，并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很自信。可以说，这类人有着很强的能力，是干事业的好材料。E 型，抽烟时手掌向外的人。这种人呢，非常的随和，可以说他们和谁都能聊得来。在社交方面游刃有余，喜欢与各种不同类型的人接触。虽然他们有时候也会遇到挫折，但是由于开朗乐观，所以不管在成功时还是在失败时，都会有很多的朋友。以上呢，是男人的5种吸烟方式所体现的性格特征。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女人的吸烟方式所体现的性格特征。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下集精彩继续。欢迎你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FBI 微动作心理学，作者金圣荣，演播木冉冉，欢迎订阅。吸烟的女性大多属于性格外向之人，吸烟时比较喜欢追求烟草刺激的女性往往比较外向，而靠吸烟使自己镇静的女性则相对内向一些。那么女性吸烟的姿势大体分为几种呢？她们又分别揭示出哪些性格特征呢？ A. 扬起小手指夹烟。习惯于这种拿烟姿势的女性比较神经质，她们内心敏感，做事拘泥小节，对人好恶分明。这类女性比较娇弱，因此有着迷人的女性气质。与其他类型的女性相比，她们对周围的人可能稍显吝啬。由于对自身要求苛刻，所以呢，也会比较缺乏自信。如果这种女孩留有长指甲，则表明其心中有无法满足的欲望。因此，自我显示欲较强，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有勃然大怒和容易焦躁的一面。B. 将烟叼在嘴角，烟头微微向上。这类女性呢，比较自信，不怕困难和挑战，通常对某项工作很有经验。她们喜欢不断地超越自我。采取这种吸烟姿势的女性，能够在富有个性化的工作上充分地展现自己的实力。但是呢，她们往往喜欢以自我为中心，所以很容易得罪他人，造成人际关系的不利。这类人比较清高，喜欢独来独往和自由自在。C. 夹烟时手离烟头位置比较近。采取这种方式吸烟的女性大都比较细腻敏感，做事时注意小节，很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因而看上去比较内向。但她们能够比较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即便心里不高兴，也不会让别人看出来。她们沉得住气，行事小心谨慎，做任何事都会在充分思考后再采取行动。另外，他们的艺术感较佳，对美的感受力也较强。D. 夹烟时手离烟嘴位置近。这类女性通常有着较强的自我意识，喜欢引人注目，我行我素。此类人大都活泼大方，不拘小节，而且个性坦率直爽，行动迅速敏捷，不喜欢被束缚，对于自己的喜怒哀乐会明显地表示出来。他们喜爱社交，也喜欢照顾人，
是聚会时受大家关注的人物。同时呢，他们也是走在时尚前沿的人，喜欢浪漫和新鲜刺激，花钱时从不多做考虑。E. 吸烟时手夹住香烟中间的位置。这类女性呢，属于安全性人物，她们待人亲切，有很强的顺应力。此类女性属于好好先生，不太会拒绝他人的请求，而对于别人的请求，尽管有时并不情愿为之，但也不会表现出来。他们为人处事比较小心，也很少给人提意见。他们很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不会随意地将自己的欲望和欲求表现于外，是属于比较内向的人。F. 抽烟时身体会轻轻摇晃抖腿。有些女性在吸烟时会有下意识的小动作，比如身体轻轻摇晃抖腿等，总是安静不下来。这样的女性呢，大都爱好广泛，不太注重外观。不过此类人做事积极，待人热情，但同时也不习惯于单调的生活，容易见异思迁。G. 吸烟时吸半口吐半口。此类女性往往把吸烟当作一种情感的依赖和寄托，她们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情感，怀旧，情感专一。不过这类女性大多时候都比较孤独，不喜欢向他人倾诉自己的心事。她们有着敏锐的直觉和高雅的气质，比较机敏善变，属于内秀的女性。H. 喜欢整个吸下去，再慢悠悠地吐着烟圈。此类女性具有幽默感和亲和力，而且富有智慧，属于行动型人物。她们对于穿着有着自己独到的眼光，但是往往对生活质量要求比较高，追求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满足。此类女性中也有一部分人意志比较薄弱，不过她们对人比较体贴，充满善意。第一次与人见面时，如果对方正在吸烟，不妨观察一下他吸烟的姿势和其中细微的动作，这样呢，对于快速了解对方的性格特征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下集精彩继续。欢迎你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FBI 微动作心理学，作者金圣荣，演播木冉冉，欢迎订阅。第二章，下意识动作。 FBI 告诉你，从下意识的小动作看懂人，从眼神读懂对方的心思。 FBI 人类行为学早就告诉大家，动作是一个人内心的反应。当一个人内心发生了变化时，会从外表情不自禁地表现出来。因此，在第一次与人见面时，可以通过这些细微的动作读懂对方的内心世界。美国著名文学大师欧·亨利说，人的眼睛是探照灯。心理学研究表明，透过人的眼睛可以窥视到对方的心理变化，因为眼睛是一个人感受世界的重要渠道。不管一个人用怎样高超的技巧隐藏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和性格，但是他的眼睛不会撒谎。只要注意观察他的眼睛，就一定能从中探寻到他内心隐藏的秘密。所以，当我们与人初次见面时，想要清楚他内心的真实意图，就可以透过眼睛这个心灵的窗口来实现。一个人的视线变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内容，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一定会从对方瞬间变化的视线中捕捉到他的所思所想。因此，想要摸透对方的心思，可以通过视线来探寻对方内心深处的真正想法和情绪变化。若想知道对方的心理变化，首先要观察对方的视线是否专注。当你与对方交流时，如果他的视线没有注意到你，
那就表明他根本没想理你，或者对你不感兴趣。发现这种情况时，你应该想到这样2方面：其一，对方对你所说的话题确实不喜欢，或者你的话题跟对方毫无关系，因此对方没有必要去关注。此时你应该适可而止，这样不至于让对方产生厌烦的情绪。其二，对方实际上一直在认真听你所讲的话，只是表现出毫不在意的样子，其实呢，内心非常的在乎。这是一种伪装，目的是转移你的注意力。如果此时你闭口不再说话，他会认为你在故意耍他，这样会对你们的交流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假如你和对方交谈时，对方的眼神比较专注，则表明他在专心听你讲话，你所说的一切他都在理解接受。这种行为也分为2种情况，一种是你讲述的内容是对方感兴趣的，所以他一直听着感受着；另一种呢，是你讲述的内容对对方没有任何用处，他只是出于礼貌和尊重一直在听你讲。这个时候呢，你要判断出他的专注到底属于哪种情况，以及用什么方法适时地结束你的讲话。在你初次与对方交谈时，如果对方没有集中视线，则可能说明对方是一个性格比较主动的人。如果你误会他不想理你，并因此有了成见，那你就错了，说明你的情绪已经被对方左右了。因此，初次与人见面交流时，如果观察到对方视线不集中，那就要小心应对了。其次，从对方视线的移动频率揣摩对方的心理。如果对方与你初次见面，视线就对你上下扫动，这表明他在打量你，这种行为并非出于不尊重，因此你也不必介意。如果在你的视线碰到他的视线时，他却迅速地转移了视线，则表明对方是一个性格比较内向、自卑的人，或者他对你有所隐瞒。另外，通过对方视线的角度来看透对方的心态。在你与对方初次见面时，如果对方是仰视你，这就表明他对你是尊重和敬佩的；如果对方是俯视你，则表明他在故意保持自己的尊严，其实呢，内心是有点虚的。如果对方在见到你之后，视线没有从手头的工作上移开，则表明他对你不感兴趣，所以会以一种怠慢、心不在焉的态度对待你。如果对方的视线是斜视的，表明他对你不屑一顾，是一种鄙视的态度。如果他的视线扫视你之后又发出了笑声，说明他在讥讽你。当你面对对方时，他的视线中流露出温和的信息，表明他对你是友善的、信任的、尊敬的，对你说的话也很关注。但如果对方的视线很犀利，或者是很严肃，则表明他在对你发出警告的信号，你的某种行为可能对他已有所侵犯。人们的心态信息从视线中很容易流露出来，只要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其内心的秘密。因此呢，如果具备从对方视线窥探其心思的本领，就可以在第一次与人见面时更好地掌控局面，进而达成自己的目的。除了从视线中可以窥探出对方的内心真实想法之外，从其眼部动作也可以揣摩出他的心思变化。医学研究发现，眼睛和大脑一样，都具有分析综合的能力，而眼睛的一切活动变化又直接受脑神经的支配，因此人的感情自然就会从眼睛中反映出来，它所流露的信息的真实度也胜过言语和其他的行为。因此，观察一个人的眼部动作对于了解他的心思有很大的帮助。FBI 办案人员深知这一道理，所以在办案过程中，他们从不会放过对嫌疑人眼部的观察。眼部的动作呢，大体有这样几种情形：
一、眼睛斜瞟。一般女性都比较爱做这样的动作。如果在第一次与男性见面时，她用眼睛斜瞟这位男性，表明她内心还是比较中意这个男性的，但她又比较害羞，因而不敢直视对方，但又特别想好好看看，所以只能用斜瞟的方式偷偷的看。如果你是男性，与一个女性第一次见面时，她的眼部动作是这样的，你可千万不要生气啊，那说明她对你有好感。二、眼睛上扬。一个人在假装无辜时，往往会做出眼睛上扬的表情，同时还会伴有耸动肩膀的动作。一般情况下，当人们听到有人在讲自己的坏话时，会做出这样的表情，意思是自己真的没有干过某种事，别人这样说是在造谣生事。三、眼睛上吊。当你初次与人见面时，如果发现他的眼睛上吊，则可以大概的断定他是一个心机很重的人，并且是一个为了一己私欲而喜欢夸大事实的人。不过呢，这种人大都比较消极，有一些小小的自卑感，所以对与他人正视缺乏一定的勇气。四、眼睛下垂。当你初次与人见面时，如果对方的眼睛下垂，表明他对你有轻蔑之意，或者对你毫不在意，可以说这个动作是不友好的。发出这种动作的人往往个性冷静，很少有冲动的情绪出现，但这种人通常很任性，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观点，而且只为自己考虑。五、眼珠转动快或者慢的人。眼珠转动快的人通常是反应快，有着敏锐的第六感，能迅速地看透人心。他们具有特立独行的个性，但容易情绪化。而眼珠转动慢的人大都感觉迟钝，情绪波动小，这类人很难被别人的观点左右。观察一个人的眼部动作和视线，对于人们在第一次与人见面的情况下，不失为一个快速了解他人的重要途径。如果有了这方面的经验和能力，对于准确识别他人的心思，掌控见面后的局面会有一定的帮助。因此呢，人们应该了解一些这一方面的常识。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下集精彩继续。欢迎你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FBI 微动作心理学，作者金圣荣，演播木冉冉，欢迎订阅。从下意识的手势中看出意图。心理学研究表明，每个人的手势表情都能体现出其个性及心理上的某些信息，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心理变化是可以从其各种手势中体现出来的。因此，通过他人的手势对其性格特征和心理状态是可以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的。由于手势活动的幅度较大，因而有较大的灵活性，它所表达的内涵也是非常广泛的。西塞罗曾说，人的很多心理活动都体现在指手画脚的动作中。手势作为人类最早使用的交际工具，也是人们在交往中使用最多的一种帮助人们相互沟通的重要手段。根据一个人的手势，我们基本可以从中了解到他的心理状态。比如，人们在发脾气时往往会拍桌子，生气时会在不经意间挽起自己的袖子等等。据说在美国白宫，一些办公桌上总是摆放着一盆沙子，目的就是让那些想发火的人在发火前抓抓沙子，用这样的方式将怒火发泄出去。现代人需要经常与人打交道，而且很多时候需要见陌生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手势作为交往交流的一种重要信息传播方式，
更成为帮助人们了解他人的一种手段之一。因此呢，我们应该学会观察他人的手势，并能从其中发现问题，以使自己对他人的内心想法和心态变化有一定的掌握。在人际交往中，如果手势不自然，便很可能造成交往和沟通的障碍，而和谐优美的手势会让对方产生愉快的心情。由此可见，手势作为肢体语言的一部分，在人际交往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那么，既然手势中含有丰富的内容，在人际交往中，人们应该如何通过对对方手势的观察，来了解其个性和心理状态，为下一步交流和交往打下良好的基础呢？在社会交往中，常见的手势大概有这样几种。一、有力量的手势。如果一个人做出的手势很有力量，则表明这是一个非常有魄力和勇气的人。这类人呢，通常都很有担当，能负起责任。他们做起事来会干脆利落，不拖拖拉拉，一旦决定做某事，就会马上付诸行动，而且有很强的意志力，就算遇到很大的困难，也不会轻言放弃。二、背手的手势。这种手势表示高傲或者狂妄的心理。一个人将双手背向后面，其寓意是此人想把内在的威力隐藏起来，这会让人感觉他有一种神秘感。另外，当一个人处于紧张焦躁的心理状态时，也会把手背在身后，借此来缓和紧张的心理，以达到让自己内心镇定的目的。三、塔尖式手势。所谓的塔尖式手势，是指手心相对、指尖相接的手势。这种手势呢，有上下两种形式。向上的塔尖式手势表示一种自信、高傲、傲慢和盛气凌人的心理，多出现于上下级之间。在摆出这种手势的同时，如果对方兼有双腿交叉、眼神向别处看，或者身体向后倾的姿势，则体现的是一种消极的心理，表示这个人对你的谈话已不再感兴趣，你的谈话可以适可而止了。而向下的塔尖式手势有让步的含义。如果在谈判的过程中，对方摆出这样的手势，就说明他内心的坚持已有所妥协。这种手势常见于外交场和生意场。四、双臂交叉置于胸前的手势。双臂交叉是一种高傲的表现，这种手势会让人感觉到权势或威武。但它还意味着另一种情形。当一个人正处于紧张与矛盾的心理状态下，这种手势就能起到镇定、防御的作用。在初次与人见面交流时，如果对方突然使用了这个手势，则可能说明他对你的谈话已经不再感兴趣。这时候呢，你就要适时的将话题转移到别处，或者识趣的告辞离开。五、支下巴手势。在他人面前支下巴的手势是一种消极的心理表现。当一个人感到厌烦时，就会自然地垂下头，用手支起下巴。六、手指不停地动弹。在初次与人见面时，如果发现对方的手指不停地动弹，那就说明他目前正处于一种非常紧张的状态中。这种手势表明的是一个人内心无所适从的心理状态，他需要借用这种方式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开，以使自己紧张的情绪得到缓解。七、用指尖轻敲桌面。当一个人用指尖轻轻地敲打桌面时，表明此人可能陷入了某种思维困境，或者他正在认真思考解决某一问题的方法，或者对某个决定犹豫不决，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也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这个人可能已经不耐烦了，
想通过这样的方式使内心的压力减轻一些。8. 十指交叉的手势，这是一种自信的表示。通常使用这种手势的人会面带微笑，神情坦然，而且在交谈时也显得恣意潇洒。但是如果某人将食指交叉放在自己的腿上，并且2只手的拇指尖相抵，则表明此人眼下不知如何是好，或者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一个人不断地用眼睛盯着对方，并且摆出食指交叉的动作，则表示他心有不满，或者在忍耐什么。如果一个人将食指交叉放在脸前，则意味着其内心对他人有一种敌意。如果初次与人见面交谈，就发现对方是这样的一种手势动作，那就不要再继续你的话题了，因为他的态度已经表明你们的谈话已经无法继续下去。FBI 人类行为学专家认为，肢体语言作为一种非语言交流，它往往更能够真正地反映出一个人内心的真实状况，泄露他的真实感觉和意图。所以呢，要学会仔细观察他人的肢体动作。其实肢体语言并不难发现，很多人之所以欠缺识人的本领，主要原因就是疏于观察。由于没能从对方的一些肢体动作中发现其心理微妙的变化，所以在人际交往中往往令自己处于比较被动的局面。尤其呢是在初次与人见面时，如果疏于对他人细微动作的观察，就会很不利于自己目的的达成。作为肢体语言之一的手势动作，是人们经常使用并会下意识做出的动作。如果与人初次见面时能够留意这一动作，对于了解对方一些心理信息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下集精彩继续。欢迎你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FBI 微动作心理学，作者金圣荣，演播木冉冉，欢迎订阅。衬衣领泄露的秘密。在商业谈判中，或是在求职过程中，或是与朋友的聊天中，在感觉到尴尬或者不适时，男人们往往会轻轻地拉一下紧扣的衣领，或者松一松袖口，而女人则往往会用手轻轻地撩一下头发，或者抖几下自己的衬衫。肢体行为语言研究表明，让身上的衣服稍稍远离一下自己皮肤的动作，是一个人在感觉到了某种压力后所做出的一种释放压力的行为动作。因为通常在让身体透气的同时，其紧张的心情也会随之得到一定的缓解。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的这种透气行为动作与自我安慰所做出的一些手部行为动作一样，同样属于一种释放心情的行为。但是在 FBI 的训练营中，这种行为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当一个人为了缓解内心的紧张、不适、尴尬而做出的一系列看似不经意的肢体行为动作时，也是在向其周围的环境透露出了我现在感觉到了一些不愉快的信号。因此 FBI 在执行某些特殊的任务时，这种肢体行为的出现很有可能会导致整个行动计划的失败。所以呢，在 FBI 的特训中，每一位教官都很注重这方面的训练。在实际工作中， FBI 特工也往往会利用人类特有的这种条件反射，有意地向对方透露出某种信息来迷惑对方，从而达到误导对方的目的。但是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绝大多数人都很难做到这一点。用德国心理学家纳奇斯阿赫的话讲，释放情绪的肢体行为是人体机能的一种自然反应，除非你的心里还没有遭遇或者感受到困难，
否则谁也无法走出这种行为的怪圈。在 FBI 女特工凯瑟琳的记忆里，有一个案件令她终身难忘，那是她刚刚加入 FBI 不久后遇到的一件十分棘手的案件。这个案件的案情并不复杂，警方在得到有人在进行毒品交易的消息后立刻出动，可是还是晚了一步。等他们赶到某酒店时，却只抓到了一个叫做墨尔本的男子，他呢只是一个小角色，而其他探员仅在酒店里找到了500克的海洛因。虽然根据线报的消息可以得出准确的结论，这500克海洛因正是这些毒贩要交易的东西，但是 FBI 在办案的过程中毕竟没有人赃俱获，而墨尔本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才摆出了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不过他毕竟落在了 FBI 手里，所以他的一言一行仍然十分谨慎。因此在审讯的过程中，凯瑟琳每问一句，墨尔本都会把他的话分析一遍，然后再给出回答。墨尔本这种谨小慎微的行为让凯瑟琳很是头痛，他接连对墨尔本审问了5天，却一点进展也没有。经过一番思索之后，凯瑟琳再一次提审了墨尔本，而此次审讯也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凯瑟琳照例从一些细节入手，对墨尔本开始了询问，而墨尔本也依然像往常一样认真地回答着凯瑟琳的每一个问题。但是经过一个漫长甚至于显得有些枯燥的过程后，不知是凯瑟琳的大脑出现了迟钝，还是她有意而为，有几个问题她在这次审讯中重复问了好多遍，墨尔本仍然做了不厌其烦的回答，并且跟最初的答案一模一样。见此情况，凯瑟琳合上了笔记本，一副打算要走的样子。而且呢，他还对墨尔本说，经过这些天和你的接触，我发现你的确和这些毒品有关系，但是呢，关系并不大，所以我决定不对你进行起诉了。当凯瑟琳从椅子上站起来以后，发现一直绷紧神经的墨尔本这个时候轻轻地舒了一口气，而就在他欲转身离开时，那家伙竟然伸出手拉了拉脖子处的衬衣领，接着又摸了摸喉头下方的领带结。凯瑟琳假装朝门口走了几步，突然又回过头来，冲墨尔本摇了摇头说，不过我还是对你感到有点不值，因为我们真正要起诉的呢，是你的那些所谓的朋友，可是他们却逍遥法外，而让你来替他们背黑锅，这简直太不公平了。其实依我看呢，他们根本算不上真正的好朋友，哪有这样的朋友呢？你说是不是？你这个人呢，太无辜了。没想到凯瑟琳的话音未落，墨尔本就愤怒地骂了起来，你说的没错，这帮自私的家伙，每次分钱的时候，他们总是借故少分给我一些，说什么我只是负责拿货，不用耗费智商，其实我干的才是最危险的事情。听罢此话，凯瑟琳暗自的高兴起来，然后她取过一杯饮料递给了墨尔本，说，我可怜的朋友，不要着急，喝点东西吧，把你心里所有的苦闷都说出来吧。凯瑟琳回到了座位上，在她的引诱下，很快墨尔本便将这些人都一一的说了出来，而且还将那些买货方的情况也讲了出来。几天后，在警方的统一部署下，一举将这伙有组织的犯罪团伙给端掉了。凯瑟琳的这一次经历，在她以后的 FBI 生涯中，可以说是一次很好的启示。其实，凯瑟琳在此次案件中审讯犯罪嫌疑人时，故意采用了较轻松的话题，目的呢，就是让犯罪嫌疑人紧绷的神经得以松懈下来。而当时对方轻轻活动了一下衣领后，凯瑟琳就知道了他的目的实现了。于是他就继续采用较轻松的话题，以使犯罪嫌疑人进一步放松下来。
从而引导其在不知不觉中吐露了真言。心理学研究发现，当一个人处于压抑、威胁、紧张的状态时，他的意识就会处于一种警惕的状态，会时时地提防对方。所以在这个案件中，当凯瑟琳换了一个角度对墨尔本进行审讯后，墨尔本便在放松的状态下失去了警惕的心理，然后就出现了抻衣领的肢体语言。凯瑟琳在发现了他的这一细微动作后，知道自己离成功破案这一目标不远了，于是就引导墨尔本讲出了与本案相关的情况，从而成功地破获了案件。从肢体语言的不同变化去剖析一个人内心世界的波动，对于 FBI 来说是一门必修课。FBI 心理专家认为，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对方的肢体语言哪怕仅仅是一个细微的变化，其实都在说明在对方的内心世界里已经发生了某种情绪上的变化。即使发现并把握住对方这种情绪转换中的临界点，往往是 FBI 探员在办案的过程中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最大突破的关键。而如何捕捉到一个人肢体语言的变化，并及时准确地了解到对方情绪上的变化，不仅仅适用于 FBI， 对于在职场或者是商界求生存的人而言，同样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下集精彩继续。欢迎你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FBI 微动作心理学，作者金圣荣，演播木冉冉，欢迎订阅。下意识的小动作透露的信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人格理论家亚伯拉罕·哈罗德·马洛斯曾经说过，一个人的举手投足都能够准确地反映出这个人的性格特征和心理状态，尤其是下意识的动作。FBI 心理专家和身体语言专家经过多年的研究和实践，也证明了这一论断，那就是想要了解一个人的性格和心理特征，可以通过观察一个人的一举一动得到答案，尤其是一些下意识的小动作。对此， FBI 的心理专家还列举出了一些能够明显地透露出个人性情的下意识的小动作，并对之做出了一定的解释。一、说话时一边说话一边打手势。这种类型的人在与人交谈时，只要他们一开口说话，就一定会伴有一些手部的动作，比如摊开双手掌心，左右摆动手臂，双手相互拍打掌心等。这些手势主要是对他们自己说话的内容的解释或者强调，以加深对方的理解和印象，进而促进对方认同和肯定自己的观点。这类人呢，往往性格外向，性情开朗，善于各种社交活动与人际关系的处理，并且自信心非常的强。他们做事果断，有始有终，不轻易妥协和半途而废。这类人喜欢追求权力，或者说喜欢权力带给他们的那种受人尊敬和崇拜的感觉。因此呢，这类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喜欢将自己塑造成一个领导型人物的形象。如果是女性，她们还具有男子汉的气概，性格大都是很外向，不会轻易与人斤斤计较。FBI 心理学家道格拉斯指出，这类人身上有一个极大的优点，那就是口才极佳。如果这类人去演讲，或者做节目主持人，又或者被派去调解人事纠纷，他们一定会完成得很好。FBI 中有一名资深探员就属于这种类型，他叫布朗·凯撒尔。凯撒尔跟任何人说话的时候，都喜欢一边说一边打手势，唯恐别人不明白他的意思。凯撒尔的同事们也很喜欢听他讲话，因为在他们看来，
凯撒尔这样讲话相当有趣，以致 FBI 只要一有演讲报告或者任命公文等，必定会让凯撒尔去宣读。不仅如此，凯撒尔在 FBI 任职时还做了一件轰动极大的事情。当时凯撒尔和同事们正在追捕一名穷凶极恶的逃犯，这名逃犯为了摆脱 FBI 探员的抓捕，挟持了一名女孩做人质，致使双方陷入了僵持的境地。结果出人意料的是，凯撒尔竟然用他那3寸不烂之舌，配合着丰富的手势，吸引住了那名逃犯的注意力，使得其他探员瞅准了机会，击倒了逃犯，顺利地救下了人质。2. 一边说话一边笑的人。当人们和这种人交谈时，可能会觉得非常的愉悦和轻松，还有可能被他们同化，因为这种愉悦性质的感染力是相当强的。这类人的笑神经似乎特别发达，不管对方或者他们讲出的笑话是否好笑，值不值得笑，他们在说话的时候总是带着一抹笑意。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指出，这类人大都性格开朗，对生活没有太高的要求，因而他们信奉知足常乐的生活方式。这类人呢，在生活中人缘极好，不管走到什么地方，总能跟很多人都成为朋友。但是 FBI 资深心理专家罗伯特 ·K. 雷勒斯指出，虽然一边说话一边笑的人在生活中很受欢迎，但这类人在警察面前却一点也不受欢迎，因为通常这类犯人都是犯罪智商极高的罪犯，在接受审讯的过程中，他们在警察面前一边说话一边笑，令办案的警察对其束手无策。因为这种姿态既没有抗拒的情绪，也没有侮辱警察的意思，却往往会令办案的一方陷入一种被动的情形，也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寻找突破口。此外呢，对于这类疑犯，办案警察通常很难准确地猜测出他们的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他们的举动很容易达到掩饰真实内心的目的。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办案警察一般会要求疑犯表情严肃起来，否则调查将会进行得很困难。3. 走路时一边走一边捏鼻子的人。这类人呢，大都属于自卑型，他们一边走一边捏鼻子，主要是因为害怕别人识破他们自卑的内心。这类人的性格大都有着古怪的一面，如果你说他无能，他极有可能做出一件大事给你看；如果你说他很有能力，他则极可能会做出令你相当失望的事情。当大家对某件事情都持赞成的意见时，他却捏了捏鼻子，然后说出与大家完全相反的意见。当众人都说这件事不能去做的时候，他却表现出偏要一试的样子。显然呢，这类人是不合群的，这类人的人际关系也自然不好。美国著名的身体语言专家帕蒂伍德特别指出，走路时一边走一边捏鼻子的人，极有可能正在想着做某件不好的事情，比如犯罪。如果仔细观察这些人，便会发现，他们在一边走一边捏鼻子的同时，眼睛还是左顾右盼的，即一副贼眉鼠眼的样子。因此在路上遇到这类人时呢，一定要格外的注意，说不准你就成了他及时瞄上的作案对象。美国心理学家桑代克认为，人们所有下意识的行为都是因环境而定的，所以通过下意识的行为判断一个人的想法或者意图时，还需要借助当时的环境因素。桑代克还指出了另外一种情况，即一个人在思考问题或者需要做出重大决策的时候，也会一边走路一边捏鼻子。但是这种下意识的行为和帕蒂伍德所指出的那种不怀好意的行为是有区别的。
当一个人因思考问题，一边走路一边捏鼻子时，通常走的步伐都较快，而捏鼻子的手法也较重。相反，在不怀好意的情况下，一边走路一边捏鼻子的人，走的步伐则较慢一些，且捏鼻子的手法也较轻。因为他们走得慢是为了寻找目标，而用手轻轻捏鼻子只是为了掩饰自己的行为。4. 总是拍打头部的人。拍打头部这个动作多数的时候是出于表示懊悔、自我谴责的心理因素，比如把交代的事情遗忘了，或者没有把别人交代自己的事情做好，又或者把某个重要的会议耽搁了等等。因此，当你问下属某个事情是否完成时，如果他猛地拍打一下自己的脑袋，这表明你已经无需再问下去了，他肯定是忘了或者没有完成好。从这一点来看，有些人便认为这类人做事不认真，没有责任心。其实不然，这类人呢，只是做事的时候马虎而已。只要有人提醒他们延误做事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他们一定会把事情很好的完成。FBI 身体语言专家纳瓦罗认为，这类人虽然做事比较马虎，但是他们一般都是心直口快的人，且为人真诚坦率，富有同情心。他们一般没有什么坏心眼，也没有什么城府，而从这一点上来看，他们是值得交心的朋友。此外，他们也很乐意与人交往，且很懂得为他人着想。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下集精彩继续。欢迎你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FBI 微动作心理学，作者金圣荣，演播木冉冉，欢迎订阅。从脚尖动作变化中读出的逃离之意。在肢体行为语言的研究中，德国心理学家保罗·巴尔特斯认为，人们往往会注重对肢体行为的观察，而忽略了对肢体末梢的注意。但一个人肢体末梢的变化更能准确地透露出一个人的心理。比如，当一个人从背后和他人打招呼时，如果对方并没有转动脚的方向，只是略微地转了一下身，回应了一下，说明这个人并没有停下来准备继续交谈的意思。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的内心打算接纳对方时，他一定会做出与其心意相对的肢体行为。而在这方面，脚步的变化是最为突出和明显的。做过多年 FBI 高级探员后，又做了数年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克拉伦斯 ·M. 凯利对于人体脚步的变化观察最为情有独钟。克拉伦斯 ·M. 凯利认为，无论是联邦 FBI 在面对犯罪嫌疑人的审讯中，还是在一般性的社会活动中，一个人脚步所做出的动作往往更能准确地反映出他的心理意图。例如，两个人正在聊天，聊得好像还很投缘，但假若一个人突然或是逐渐地将他的双脚从面对对方的这一侧移开了，那就说明这个人对谈话的内容发生了某种心理上的变化，或者是不想再继续听下去了，或者是对方在谈话中无意说错了什么，引起了他的不满。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时想离开那个人的一只脚会向一侧略微地移动一下，而其脚尖也会指向他所要离开的方向。FBI 心理专家费希纳认为，这就是一种明显的心理变化，而做出这种脚步动作的人，说明在其心理上产生了逃跑的意图。可以说，了解了这些心理上的微妙变化，在职场或是生意、社交场合中，往往能够避免一些尴尬局面的出现。FBI 心理专家费希纳认为，还有一种脚步动作值得注意，那就是当一只脚出现了背离重心的现象，
这时候表明这个人的心情是处于兴奋或者是感到舒适的状态中。这种现象在生活或工作中可以说是比比皆是。例如，一个人站在那里打电话时，如果他听到的是让他感到开心和高兴的事情，他就会将一只脚的脚跟着地，而脚尖向上翘。也就是说，这种翘起脚尖的行为就是一种心情愉悦的表达。还有一种不同意义的背离重心的表现，对于 FBI 来说有着非凡的意义，那就是起步逃跑行为的准备动作。这种行为如果发生在站立时，其表现可能会明显一些。因为当一个人在预备起跑的时候，通常都要翘起站在后面的那只脚的脚跟，脚尖点地，将重心全部转移到站在前面的那只脚上。同时与这些相伴而生的还有上身的略微前倾。在与人交往中，一旦发现对方做出了这种预备逃跑的姿势时，就说明他另外有事情要去办，或者对对方的谈话失去了兴致，正打算寻找机会逃离当时的所处之地。这种准备逃跑的行为发生时，如果这个人是坐着的，一般就会显得不够明显。FBI 心理专家费希纳表示，如果一个人坐着发生这种行为，往往会伴有一些其他的干扰性动作的派生，比如双手几乎同时会放到膝盖上或者是大腿上，再比如对话的双方之间隔着一张办公桌，这样就会造成一种视觉的忽略。这种情况呢，多发生在求职现场，比如招聘人员在听完求职者的陈述后，并没有直接表示出行或者不行时，求职者为了更多的让招聘的人员对自己的情况有更详细的了解，依然在那里喋喋不休地讲述着。此时招聘人员往往会做出这种行为。如果求职者还未观察到这种情况，招聘人员可能就会站起来。其实呢，这种情况也通常会发生在办公室。总之，如果人们能够通过细心的观察，即使对对方脚尖出现的这种背离重心的准备逃跑的行为，掌握到对方在这一刻发生的心理突变，就可以避免很多误会和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在 FBI 面对犯罪嫌疑人时，这种情况往往会演变得更为复杂些。2008年，在艾奥瓦州的一个小镇发生了一起离奇的纵火案。案件发生在小镇一条偏僻的街上，汽车的主人离开自己的车，只是想回到家快点吃饭，然后及时回到田里去干活，所以就忘了熄火。可是在他刚回到家不到2分钟后，外面就传来了巨大的爆炸声。他停在外面的汽车爆炸了，造成的后果并不严重，仅仅是那辆半旧的汽车毁了，并没有造成人员的伤害，或者是对周围设施的破坏。但车主偏偏是个十分较真的人，他还是报了案。警方在接到报警电话后，立刻赶到了现场。经过一番勘查后，基本明了了，这是一场性质恶劣的纵火案，但是没有找到目击证人。在这起案件发生了2个月后，警方依然毫无头绪，车主却总是3天2头的跑到警察局来催问结果。无奈之下，警察局请来了 FBI 帮忙。FBI 派出了探员霍普金斯协助调查此案。经过一番调查，霍普金斯了解到一件事：车主有一个习惯，每次回到家总是喜欢不熄火就把车停在外面，也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而这势必会影响到住在附近邻居的生活。于是呢，霍普金斯围绕着这一点又展开了调查，很快就发现了住在车主对面的那户叫做卡扎尔的男人有重大的作案嫌疑。在对他询问时，卡扎尔说出事时他正在家中吃饭，但没有人能够证明这一点。另外，在调查中得知，
卡扎尔以前跟车主的关系一直很好，但近1年多来却不怎么来往了。由于没有证据和现场目击者，霍普金斯只好加大了对卡扎尔的询问和进一步的调查。卡扎尔有一个毛病，每次被询问都会变得十分的紧张，双手和双腿总是不停地微微抖动，而且经常会出现答非所问的情况。为此，霍普金斯认为一定是卡扎尔做贼心虚了。但随后霍普金斯就得到了消息，卡扎尔的确有这个毛病，只要是心里一紧张或是激动，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时间，霍普金斯也有些困惑了。虽然从卡扎尔的行为表现和得到的消息中，苗头都似乎指向了卡扎尔，而卡扎尔在被询问时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行为，也真实地表现出了他紧张不安的心理，可就是无法从他身上找到突破口。令霍普金斯高兴的是，在一次询问中，他终于发现了一点卡扎尔身上的不同，即每当一提到车主的名字时，卡扎尔就会抖得十分厉害，而且2只手会不自觉地紧紧握住膝盖，同时一只脚还下意识地挪到了后面，脚尖点地翘起了后脚跟。显然这是一种标准的准备逃离的表现。为了让自己的推断进一步得到佐证，霍普金斯反复地观察了审讯时的录像，结果发现这种动作几乎在每次询问中都出现过。霍普金斯恍然大悟，然后在询问中开始不停地跟卡扎尔讲述关于车主为人处事的一些事。开始时，卡扎尔只是不停地抖动，但不久后，他终于无法控制自己，扑通一声瘫软在地，随后将事情的经过如实地交代了出来。他正是因为车主停车时产生的噪音而引发了烦躁。那一天，因为他刚刚和老婆吵了一架，听到发动机的声音后一时气愤，就将汽车点燃炸毁了。FBI 心理专家费希纳说，每个人都会有烦躁不安的时候，但是作为 FBI 一定要注意，不要因为疏于一次对脚尖的观察而让罪犯逃脱法律的制裁。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下集精彩继续。欢迎你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FBI 微动作心理学，作者金圣荣，演播木冉冉，欢迎订阅。第3章，言谈举止。 FBI 告诉你言谈举止背后的真实信息。从说话方式看一个人的性格。人与人的性格千差万别，在我们第一次与人见面时，想要迅速地读懂他人，首先要对他的性格特征有所了解，这样才能根据其性格特征掌握他对待问题大概会采取的态度。初次会面，想要了解对方的性格特征，可以从其说话的方式来大体做出判断。一般情况下，每个人的说话方式都能揭示出他的一些性格特征。FBI 人类行为研究表明，一个人的说话方式能够透露出其个性特征。他们认为，一个人的性格特征是可以从说话的语态中体现出来的，因此从对方的口中了解其个性是比较有效的方法。每个人的谈话方式都会与他人有差异，有的人话语啰嗦，很难说到点子上，有的人则言简意赅，妙语连珠。那么，当我们与某人第一次见面时，如何从一个人说话的语态中判断其性格特征呢？根据不同的说话态度，可以大致分为以下类别。1. 善于使用礼貌用语的人。在初次与人见面时，如果对方使用的是礼貌性用语，那就表明这个人具有比较高的学识和文化修养。这样的人大都心胸开阔，具有包容力，
会给予他人足够的尊重和体谅。2. 善于恭维他人的人，这类人观察力比较强，能够很快地识别他人的心情，并投其所好，属于圆滑世故之人。因此，这类人性格弹性比较大，适应力和应变力都非常强，与不同性格的人都能保持良好的关系。3. 用语简洁之人，这类人属于豪爽型，他们开朗大方，处事干练，一诺千金，拿得起放得下，具有开拓的精神，充满着人格魅力。4. 讲话时拖泥带水的人，这种人呢，通常内心软弱，缺乏责任心，而且心胸不够开阔，经常为了一点小事纠结。他们尽管对现状并不满足，但是缺乏开拓精神，不愿意做出改变。这类人还很容易嫉妒他人。5. 喜欢发牢骚的人，这类人呢，属于好逸恶劳之人，他们贪图享受，却不愿意自己动手，只想享受别人的劳动成果。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总是选择退缩。他们对别人要求严格，却不能管束自己，自私自利，很少去为别人着想，总是希望能从别人那里得到更多。6. 习惯使用方言讲话的人，这类人自信心比较强，具有魄力和胆量，能够努力做事，也容易成功。他们重感情，但不容易适应和接受新的事物。7. 说话语速缓慢的人，这类人呢，大都性格比较内向，但是比较善良，说话时注重别人的感受，不希望自己的话语伤害到他人，所以总是以一种缓慢的语速来试探别人对他的反应。这样的人依赖性比较强，能用真心实意对待朋友。8. 说话声音洪亮的人，这类人呢，一般都比较开朗豁达，他们心胸开阔，不喜欢与人斤斤计较，是很容易相处的一类人。9. 说话时喜欢小声嘀咕的人，这类人最大的特点就是爱议论别人，属于当面不说，背后乱说的性格。这样的人不容易相处，也很难得到朋友的信任。10. 说话尖酸刻薄之人，这种人在说话时总是喜欢用言语刺激他人，以伤害别人自尊为乐事。此类人呢，很难与大多数人相处融洽，朋友也就自然寥寥无几。11. 在说话时喜欢引经据典的人，有些人喜欢在说话时引经据典，张口便是名言警句，中外典故。此类人呢，通常比较博学，也充满自信，能够吸引到他人的注意。这种人大都有较强的表现欲，对权威主义比较崇尚，而且具有孤芳自赏的个性。另外还有一种人喜欢套用长辈的话，开头语往往是我父亲说，我母亲说等。此类人往往比较谦虚好学，对别人的意见容易采纳，但也透露出依赖性强，缺乏独立主见的个性。12. 说话时时不时地在话语中穿插进一些英语单词或者句子的人，这类人大都性格开朗大方，并且非常希望得到他人的肯定。但是呢，这种说话方式也表明其内心的不自信和紧张。13. 喜欢说我怎么样的人，即喜欢说大家我们的人。有些人在说话时习惯说我怎么样，这类人呢，属于性格强势之人，他们总是希望自己来掌控局面，成为其中的焦点。而喜欢说大家我们的人，则在为人处事方面更加周全一些。这类人大多时候能照顾他人的想法，是一个以大局为重的人。14. 喜欢撅着嘴说话的人，有些人在说话时总是撅着嘴，这样的人通常具有愚痴的个性，他们愤世嫉俗，喜爱唠叨，而且大都比较自私，不能替他人着想，
缺乏反省之心。15. 说话时语气像发怒的人。有些人在说话的时候语气显得很冲，就像发怒一般。这样的人大多性格内向，心地狭小，总会给人感觉到他有些别扭的情绪。其实呢，这类人一般都比较正直，但自卑感比较强，缺乏社交性，看起来也比较笨拙。16. 讲话抖动的人。讲话抖动的人大都有着急躁的个性，这类人通常比较焦虑不安，有浪费的习性，但又不善于赚钱。17. 喜欢摸着下巴说话的人。有些人在说话时总是习惯用手去摸自己的下巴，这类人呢，通常过于自信，而且比较傲慢，喜欢轻视别人，具有阴险恶毒的性格。18. 讲话木讷之人。此类人不善于讲话，但是往往能赢得别人的信赖，因为他的话语能让人感到诚实。19. 在说话时不看对方的人。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一种人，你跟他说话的时候，他的眼睛从不敢与你对视。此类人要么是因为害羞不敢看人，要么呢，就是他所讲的话不是真话，所以不敢正视对方。20. 喜欢打断别人讲话的人。此类人的个性一般比较易怒，反应快，所以常常在他人讲话时插嘴。这类人大都比较自私轻率，不懂得体贴他人。如果我们在初次与人见面时，通过对其讲话时的语气和状态进行观察分析，大体是可以判断出对方的性格特征的。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下集精彩继续。欢迎你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FBI 微动作心理学，作者金圣荣，演播木冉冉，欢迎订阅。从言辞中判断话语的真实性。在日常生活中，语言交流是人们的一种本能的行为，也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了解的一种方式，是人与人之间连接的纽带。但是如今，人们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不得不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谎言。因此，在社会交往中，如果人们无法辨别他人话语里的真假，那就无法了解其内心真实的想法。而作为一名 FBI 探员，在与罪犯或者嫌疑人交谈的过程中，想要从其言辞中找到破绽，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嫌疑人会找出各种办法来掩盖自己的罪行，所以 FBI 探员要想从对方的话语中判断出他有没有说谎，不仅仅需要专业的辨别知识，还需要行为心理学家教官的细心指导。同时呢，更需要 FBI 探员有敏锐的洞察力。FBI 探员在办案的过程中，经常要面对各种类型的犯罪嫌疑人，因此在审讯中也会经常地遇到各种各样的说谎方式。首先，他们会从嫌疑人的措辞里分析对方试图掩饰的真实信息是什么。有一次， FBI 抓获了一名盗窃分子，进而对其进行了审讯工作。 FBI 探员问：请问你的名字叫什么？这位盗窃犯面不改色地回答：安里卓杰。 FBI 探员问：能说一下你家的详细住址吗？安里卓杰回答：纽约州布鲁克林区第某区街某某小区12栋208室。 FBI 探员继续问：在圣诞节前夜的晚上10点10分，你在哪里？安里卓杰做出一副吃惊的样子，回答：天哪，10点，我当然是在家了，我只知道那天我哪里都没有去啊。
FBI 探员语气严厉地问：请你再仔细地想一下，那天你到底去了哪里？阿里卓杰似乎感觉事情不妙，再次加重了语气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哪里也没有去。FBI 探员突然沉默了，他看着阿里卓杰停止了追问，而阿里卓杰也开始平静了下来。但是在探员的直视下，他有些受不了这种平静的气氛了。终于他有些暴躁地抬高音量说：该我说的我都已经说了，那天我哪里都没有去，请你们尽快放我回家。再说了，我怎么可能去做违法的事情呢？请你们查明事情再来审问我。在没有有力的证据之前，我不会再发表任何的言论。如果你们采取强硬手段的话，我会让我的律师控告你们侵犯个人权益。事实上，经过调查， FBI 已经掌握了一部分线索，证明阿里卓杰就是一个盗窃分子。虽然阿里卓杰在接受审讯的过程中百般的推脱，但是他企图用愤怒的语气来掩饰自己的紧张，以及为了开脱而编造的谎言，都让镇定的 FBI 探员发现了蛛丝马迹。对 FBI 探员来讲，在与嫌疑人交谈的过程中，他们所使用的措辞都是探员们分析的对象。FBI 探员会尽可能地对嫌疑人所说的话进行分析，因为这能够让他们对谎言以及话语中的意思更加敏感。FBI 探员只要经过仔细的分析和观察，总是能从犯罪嫌疑人的供词中找到对方言语上的漏洞，而这些言辞上的漏洞正是 FBI 探员破案的关键。无论是犯罪嫌疑人还是其他人，都会用谎言掩饰某些秘密，然而人们又总会是在言辞中不经意地泄露自己的秘密。可以说，即使谎言再完美，也有破绽之处，也就是世界上并不存在无懈可击的谎言。只要你懂得观察，留意对方的语气变化，就能从对方的言辞特点中找到一丝破绽。比如声音忽高忽低，说话前后矛盾，语言思维逻辑混乱等，都是人们说谎时常见的语言特殊现象。FBI 认为，在与犯罪嫌疑人交谈的过程中，一个不经意的言辞变化或者谈话内容都可能隐藏着一个谎言，而识破谎言的办法就是从语言出发，牢牢地抓住对方言辞的特点或者语言上的漏洞。通常呢，这样的方法会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托尼和洛夫是一对好朋友，两人经常一起出去打猎。在一次打猎的过程中发生了意外，托尼被洛夫用猎枪打死了。杀人之后，洛夫立刻去警察局自首，他一脸悲痛地向警察说起了事情的经过。我和托尼是很好的朋友，两人经常一起打猎，没想到竟然会发生这样的意外，都是我的错，我是个杀人犯，我开枪杀了我最好的朋友，我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几名探员听了洛夫的叙述之后，再根据案发的经过进行了分析，认为这起案件只是一次意外的事故，这名失手杀死好友的男子并没有罪。然而资深的探长罗曼却不那么认为，他觉得是洛夫杀死了自己的朋友。理由是，洛夫虽然脸上看起来非常的悲伤，但是在回答探员的提问时，言辞语气却是非常的平静，声调也没有太大的起伏。因此罗曼探长说，发生这样的事情呢，确实让人很伤心，但是我们还是需要了解事情的经过，所以请你再清楚地说一遍这件事情发生的经过。洛夫说，原本呢，周末那天我并不准备出去打猎的，但是我刚起床，托尼就已经在楼下喊我了。我出去一看，
发现他在林子的空地上，而在他的不远处刚好有一只熊正走过来。洛夫在叙述的过程中迅速地看了罗曼探长一眼，发现他并无特别的反应，于是就继续说：当时呢，我为了保护朋友，于是就赶紧拿起猎枪向熊射去，但是因为我刚起床的缘故，再加上太过紧张，没有打中猎物，却发生了让我伤心的一幕。这时罗曼探长重重地呼出了一口气，对洛夫说：你根本不用伤心，因为你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谋杀了你的朋友托尼。洛夫愣了一下，然后激动地大声辩解道：警官，虽然我确实杀害了托尼，但这是意外呀。罗曼探长摇摇头说：不，这不是意外，这是一场有预谋的杀人。按照你刚刚所叙述的，如果你是从上面向空的地方，也就是你朋友的方向射击，那么子弹应该是斜着进入托尼的身体。然而法医的验尸报告却告诉我们，托尼是被一颗直线进入的子弹击中心脏而死。面对罗曼的分析，洛夫最终供认了自己谋害好友托尼的事实。在审讯的过程中，罗曼警探细心地询问事情的细节，而洛夫很显然有所隐瞒，因为他在回答问话时无法说出事情的具体经过，而是简单地进行了叙述，并且罗曼探长从他的言辞语气中发现了端倪。对此 FBI 指出，人们在说谎时最显著的特征，除了含糊其辞外，就是无法说出真实具体的经过。有时候一个同样的问题，问一个喜欢说谎的人，会得到几种不同的答案。当你再深入询问时，他们的情绪波动往往会非常的大。此外，当罪犯或者嫌疑人面对 FBI 警探的询问时，一开始他们会假装的配合，脸上不满疑云地说：我什么都不知道。而询问持久了之后，他们就会开始无理取闹，说：在我的律师没有来之前，我是不会说任何话的。在这个过程中，犯罪嫌疑人的语气以及音量也会跟着提高，甚至会大吵大闹。而这些语言特点都是他们掩饰谎言的信号。FBI 探员在对嫌疑人进行审讯的过程中，除了注意对方言辞的特点之外，还会注意他们性格的变化。FBI 指出，性格内向的罪犯通常在面对审讯的时候会表现得比较平静、沉默寡言。如果他们突然变得健谈起来，这就说明他想要掩饰什么。而性格外向的罪犯，如果在审讯的过程中突然陷入沉默，声音降低，那就说明他对这个问题比较敏感，不愿意回答。总之，在遇到这些改变的情况时，人们都应该提高警惕性。由此可见，人的言辞语气上的破绽也是揭破谎言的一个突破口。只要认真的观察，就能从对方的话语中看出一些端倪，再结合实际的情况进行分析。比如对方说话时的音量、语气、情绪、动作等，你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对方有没有对你说谎。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下集精彩继续。欢迎你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FBI 微动作心理学，作者金圣荣，演播木冉冉。欢迎订阅。说话时结巴，可能在撒谎。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偶尔会遇到说话结结巴巴、吞吞吐吐的人。当遇到这种人时，人们就要格外的小心了，因为对方结结巴巴、吞吞吐吐的这种表现，往往意味着
对方可能由于隐瞒了你一些信息，其正在处于紧张不安的心理状态之中。对此，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表示，当人们在说谎时，由于怕被别人拆穿谎言，所以在心理上就会心跳加快，内心紧张，而这就很容易使人出现说话时吞吞吐吐、结结巴巴的情况。FBI 高级探员弗洛伊德·埃克拉克表示，在审问的过程中，一些犯罪嫌疑人在编造谎言或者隐瞒事实真相时，总会露出一些破绽，比如说话结结巴巴、眼神闪躲、不断的强调等。这些破绽很难逃过联邦探员的法眼。一旦联邦探员捕捉到这些破绽之后，就会发起强大的攻势，对犯罪嫌疑人步步紧逼。这样一来，犯罪嫌疑人就会难以招架，最终道出事情的真相。弗洛伊德·埃克拉克就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个案件。20世纪90年代，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出现了一小股黑恶势力。该黑恶势力不仅贩卖军火，还暗地里进行毒品交易。联邦调查局了解到这种情况以后，决定对这股黑恶势力给予严厉的一击。为此，他们派出了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弗洛伊德·埃克拉克来铲除这股势力。弗洛伊德·埃克拉克接到任务以后，和组员们经过认真的分析，认定此案的关键人物是一位名叫理查德·杰克森的男子。于是呢，他就决定先拿这名关键人物开刀，然后逐渐瓦解这股势力。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弗洛伊德·埃克拉克开始对理查德·杰克森进行了跟踪。期间意外地发现，这名犯罪嫌疑人十分的狡猾，他有着多重的身份，一会儿扮演一个名叫路易斯·杰克的医生，一会儿又扮演一个名叫彼得·科比森的教授。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弗洛伊德·埃克拉克开始审讯这名核心的人物。姓名和职业？路易斯·杰克是一名医生。这位核心人物说话时有一些结巴，弗洛伊德·埃克拉克并没有揭穿他，而是继续的审问。知道为什么审讯你吗？不知道。这位核心人物依旧装傻，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结结巴巴的话语已经将自己的谎言暴露无遗了。弗洛伊德·埃克拉克不动声色地说道：因为你涉嫌参与黑社会犯罪。这时，这名核心人物露出了一些紧张的神色，但是仍不死心地狡辩道：我没有啊，我可是清白的。看到这名核心人物露出紧张的神色以后，弗洛伊德·埃克拉克厉声地说道：你从头到尾都是在撒谎，其实你结结巴巴的言语已经将你暴露了。理查德·杰克森。听到弗洛伊德·埃克拉克的话语之后，这名核心人物明显就变得慌张了，尤其是当弗洛伊德·埃克拉克叫出他的真实名字以后，理查德·杰克森的脸色一下子就变白了。弗洛伊德·埃克拉克看到这种情况以后，又说了一句：理查德·杰克森家住在北卡罗来纳州的莫里斯威尔小镇上，1986年杀害了一名年轻的少女，之后加入了一股黑恶势力，如今成了这股黑恶势力的关键人物。无疑，这句话成了压倒理查德·杰克森心里的最后一根稻草。当弗洛伊德·埃克拉克说完这句话以后，理查德·杰克森完全的惊呆了，他的心理防线也被弗洛伊德·埃克拉克给打垮了。之后，他便向 FBI 一一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并将他所知的黑恶势力的其他人物也供了出来。就这样，不到3个月的时间，弗洛伊德·埃克拉克就协同其他的组员将这股黑恶势力给铲除了。在这个案例中，犯罪嫌疑人的结结巴巴的话语
完全暴露了其说谎的事实。但弗洛伊德埃克拉克探员并没有打草惊蛇，而是不动声色地继续审问，在关键的时刻将犯罪嫌疑人的谎言一一揭穿，最终使得犯罪嫌疑人主动地交代了罪行，并成功地将那股黑恶势力一举击溃，为保障人民的安宁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其实呢，在现实生活中，类似的案例数不胜数。有些人在回答别人的问题时结结巴巴、吞吞吐吐，殊不知这种吞吞吐吐的行为恰巧就暴露了其说谎的信息。美国心理学家大卫·西·麦克兰德表示，通常情况下，人们在说谎的时候心里就会变得紧张不安起来，而人们越是想掩饰自己的不安情绪，说话时就越会变得吞吞吐吐、结结巴巴。比如，面试官在面试的时候，通常会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你之前的月收入是多少？有些面试者在听到这个问题时，可能会吞吞吐吐地回答：我以前的工作月薪为8000元。当面试官听到面试者吞吞吐吐的回答之后，再结合他以前的工作经历以及工作性质，可能刚刚大学毕业1年，以前在一个小公司做的是文职工作，那么也就很容易得出这个人说谎的结论。结果可想而知，这个人很可能会与这份工作无缘。海伦是美国纽约长岛地区一所名叫贝拉克奥巴马的小学的老师。有一天，一位名叫杰尼的学生走进海伦老师的办公室，并且偷偷地对海伦老师打小报告：老师，昨天晚上放学以后，我看到班里的希伯来杰克逊同学去游戏厅了。因为海伦老师一而再再而三地严禁学生们走进这种场所，所以他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十分的生气。由于海伦老师不知道杰尼所说的消息是否真实，所以他决定把希伯来杰克逊同学叫到办公室来与其谈心。当希伯来杰克逊来到海伦老师的办公室以后，海伦老师心平气和地问：希伯来杰克逊同学，昨天晚上放学以后你去哪里了？希伯来杰克逊听到老师的问话以后，一下子惊慌了起来，他吞吞吐吐地说：老师，我昨天晚上放学哪儿也没去，我直接回家了。海伦老师看到希伯来杰克逊的表现以后，顿时就明白了希伯来杰克逊在说谎，但是他并没有生气，而是心平气和地对希伯来杰克逊说道：希伯来杰克逊同学啊，说谎可不是好孩子啊，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告诉老师，昨天晚上放学以后你到底去哪儿了？希伯来杰克逊听到老师温柔的话语，终于鼓起了勇气对老师说：老师，对不起，我撒谎了。昨天晚上放学以后，我和表哥一起去了游戏厅。对不起，老师，我以后再也不会去了。其实，海伦老师之所以知道希伯来杰克逊同学是在说谎，主要是因为他在回答老师的问题时吞吞吐吐、结结巴巴。但是海伦老师得知其说谎以后，并没有勃然大怒，而是打消希伯来杰克逊同学内心的恐惧，引导他说出了事情的真相。当然，如何引导小朋友说出事情的真相，并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但是我们可以从中看出，这种结结巴巴、吞吞吐吐的行为背后隐藏了一种信息，那就是这个人正在说谎。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下集精彩继续。欢迎你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FBI 微动作心理学，作者金圣荣，演播木冉冉。
欢迎订阅。说话习惯也是一个人性格的表露。FBI 指出，人们在长期的人际交往中会逐渐形成一些属于自己的说话方式或者习惯，这些说话习惯与他们的性格有着紧密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人们的性格影响了说话习惯的形成，而说话习惯各有不同，它们反映的正是彼此个性的差异，也就是说话者的心理特征。FBI 认为，说话习惯的形成本身就十分的复杂，难以改变，即使人们通过明显的修饰试图改变，也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因此呢，在人际交往中，人们可以从他人的一些习惯性的语言中找到制胜的关键。首先，语速是人们在说话时最容易形成特定习惯的。每个人的说话方式有所不同，而语速也不尽相同。FBI 指出，在一般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外界的刺激，人们平常会采取自然的语速习惯，而从对方的语速快慢中，大致也可以初步地了解到一个人的性格。一般思维敏捷、跳跃性强的人，语速通常很快，而心思缜密、大智若愚的人则语速较慢。此外，说话声音的高低也是 FBI 探员分析对方性格的一条线索。每个人的说话声音都是不同的，一般有着开朗、豪爽、固执的性格的人，说话的音量会很高，而比较懦弱或者有阴险的性格特点的人，则说话声音较低。除了说话的音量之外呢，人们在说话时的音调或者节奏也是值得特别注意的线索。有的人在交谈时抑扬顿挫，显得很有节奏感，这样的人一般感情丰富。而有的人在交谈时则一直语调平平的，没有变化，如果不是受了某种打击导致情绪不振的话，就是其本身性格比较理性。这些最为常见的说话习惯是人与人之间交谈的要素。FBI 认为，从以上这些方面观察嫌疑人的言辞习惯，就能精确地分析出嫌疑人的性格特征。通常呢， FBI 探员喜欢使用比较精密的仪器，对嫌疑人的资料进行全面的收集和细致的整理。当然了，除了这些方面的信息收集之外，还要对其说话习惯进行比较广泛的了解，比如口头禅、打招呼等各种习惯性的方式，在一定的程度上也能反映出说话者的性格以及心理状况。在日常生活或者工作中，称呼的使用习惯代表的是彼此之间的关系和心理距离。从双方交谈的称呼中，在一定程度上便可以看出双方之间的亲疏关系。比如，有的人习惯称呼自己的同事为某某先生或者某某小姐，这就代表同事之间存有一定的心理距离，不足以掏心掏肺。对于东方人而言，在人际交往中，双方称呼上的问题可以表明彼此之间的亲疏程度。而在美洲的一些国家，比如美国，在非正式的场合中，直呼其名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称呼方式。但爱人之间也这样称呼你的话，就说明你们的关系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深刻。因为爱人们通常会称呼彼此为亲爱的，或者称呼对方的昵称。在一些社交的场合，面对陌生人的时候，人们通常会称呼对方为某某先生、某某女士。初次见面，在还没有记住对方的名字的时候，这种称呼方式是十分恰当的。但是，如果你和对方已经认识了很久，还依然如此称呼对方的话，则是向对方表明我们保持距离这种态度。因此，如果在人际交往中，
你认识了很久的朋友如此称呼你，那就说明此人试图在心理上和你保持距离，希望双方互不干涉。当然了，在一些场合中也会遇到那些既不称呼对方为先生或者女士，同时也不称呼对方的名字，而是以这位或者那位等进行称呼的人。这些呢，都是他们内向，不善拉近关系，或者和陌生人之间的称呼的表现。如果某人在讲到自己的家人时，不以我的为开头，比如我的先生、我的妻子等，而是用孩子的父亲、孩子的母亲等称呼开头，则是以家庭为重，把家庭放在第一的心理。而总是以我的词语为称呼开头的人，从表面上来看是亲密关系的表现，但是实际上呢，这种亲密更多的是源于强烈的占有欲和支配欲。由此可见，人与人在交谈的过程中，称呼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可以显示出人们的心理距离。因此呢，高明的交际者往往会采取改变称呼的方法来拓展人脉关系。比如，当他们想亲近一个人时，就会不经意地改变自己对对方的称呼，如此一来，也就增加了彼此之间的亲密感，互相之间的心理距离自然就会逐步的缩小。综上所述， FBI 认为称呼也是一种语言上的说话习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 FBI 探员办理的一些案件中，当探员们要求对方供出犯罪者的合伙人时，这些人通常不会表现得和合伙人太过亲密，但是 FBI 探员总会适时地制造机会让其发言，然后从称呼上看出犯罪者们的关系深度，进而找到制胜的关键。此外， FBI 还尤为关注嫌疑人们的口头禅，因为不同的口头禅代表的是人的不同个性。 FBI 通过研究发现，习惯用语里面也藏有人的心理秘密。比如，有的人总是习惯说这是真的，老实说，不骗你之类的话，这表明他们善于说谎，而事实也会告诉别人他们所说的与真实状况相差甚远。虽然他们所说的话语在刻意地表明自己的行为是诚实可信的，但是他们的目的只是想让你重视他们所说的话。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有这样一个人想让他人认可自己的观点，便会说必须、一定等强调性强的词语，则说明这种人通常比较冷静自信。与之相反的是，那些常说好像、大概、或许吧等模糊性话语的人，往往防范意识比较强，他们总是通过一些模棱两可的话来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不想让别人看透自己的内心世界。这类人呢，在做事时会比较到位，但是在人际交往中，因为与他人的距离拉得过远，所以人际关系并不乐观。在日常工作中，有些人在表达自己意见的时候，通常会说、听说、据说等套用第三者来完成自己的表述。这表明，一方面他不希望有人对自己的建议产生质疑，另一方面则是不想被自己的说话内容所连累。这实际上是一种不想承担发言责任的说话方式，而那些处事圆滑老练的人就比较喜欢运用这种推卸责任的说话方式。这种做法很明显是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但是这也是他们缺乏果断决策力的体现。他们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内心也会出现矛盾与纠结的情绪。当所谓的据说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时，他们就会说，我当时也对这个说法存有质疑。而当达到预期的结果时呢，他们又会说，不错，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
在人际交往中，我们也经常会看到那些把我挂在嘴边的人。FBI 认为，这种人往往以自我为中心，他们通常所围绕的话题多为自己，总是对别人说我最近如何之类的话语，不会认真地听别人表述自己的境况，同时也很少在乎他人的感受。此外，这种人还常常打断别人的谈话，且显得非常直接，使人不由得就对其产生了厌恶感。因为这类人的内心表现欲比较强烈，总是希望自己成为他人眼中的焦点，所以在别人眼中就会显得有些自大。FBI 的研究结果表明，每个人的说话习惯和性格有着密切的关联，但事实上，人们在现实生活交流中很少会对说话习惯和聊天的方式进行分析，因此也就无法了解语言习惯背后所代表的心理特征和性格，当然也就无法掌握人际交往中制胜的关键。因此 FBI 才提醒人们，如果想要了解一些人的心理状态，打破双方之间的心理界限，掌握语言习惯背后的深意，是一条不可忽视的捷径。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下集精彩继续。欢迎你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FBI 微动作心理学，作者金圣荣，演播木冉冉，欢迎订阅。喋喋不休背后的欲盖弥彰。无论在人们的生活工作中，还是在警察询问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中，都会遇到一些喜欢侃侃而谈的人。与普通聊天不同的是，这些人所表现出来的往往不是那种看上去喜欢海阔天空的夸夸其谈。这类人在与人交谈时，会伴有某些辅助性的行为动作。很多人，包括一些警察，往往会把这些人的举动看成是一种诚实的表现，尤其在面对一些关乎案情真相的关键证人或者是目击者时。相反，如果对方在讲述中表现出欲言又止时，则通常会被认为这个人在撒谎。无论是刚刚步入警界的新手，还是一些老手，都会有这样一种潜意识的认识。但 FBI 高级探员克拉伦斯 ·M. 凯利认为，这种直观的判断到最后常常会被证明是错误的。心理学家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认为，造成上述错误认识的原因是很多人都过于看重视觉神经所带给自己的信息反射了，而这也是很多人意识之中的一种对外部印象的惯常意识。因为这些人在相信自己眼睛和感官所看到的一切事物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一个人因为说谎时的紧张而做出来的对这种心理不适的特殊反应形式。当一个人因为说谎而内心感到不安、紧张、恐慌时，就会寻找一种情绪的释放方式，用以缓解内心的慌乱。在心理学上呢，这种行为被称之为安慰行为。这种行为有时候并不一定会用摸鼻子、出汗、松松领带结或者衣领等肢体行为去表现出来。心理学家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通过多年的实验和研究发现，还有一些安慰性的情绪释放行为是不容易被察觉到的，比如眨眼睛、间或性的咳嗽、偶尔大口的呼气等。但是只要观察者能够做到仔细观察，其实这些行为背后的信息是不难被捕捉到的。还有一种行为，如果不是有经验的亲身体验者，或者是有过系统心理学研究的人，是很难被发现的，那就是通过喋喋不休讲话来掩藏真实信息的行为。在他们的身上，除了表现出喋喋不休，从其他行为与表情上
很难看出他们在说谎。这是因为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喋喋不休与其他人有着很大的不同。有时语言上出现了卡壳，他们就会做出一副看上去好像是认真思考或者是回忆的样子，然后继续对自己所知的一切发表意见。FBI 探员亚历克·马丁表示，在面对此类犯罪嫌疑人或者是听取此类目击者的供述时，只要向他们问一个问题，他们就会围绕着这个问题给出很多个相关的答案。看上去呢，好像生怕因自己的叙述不详而漏掉了什么。所以，这种能够为警员提供很多信息和细节的人，往往很容易博得信任。但是 FBI 探员亚历克·马丁却认为，对于一名 FBI 探员来说，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太过草率了。因为判断一个人讲话的内容是不是真实，绝不能以他所提供的信息量的多少来衡量，而是在于他所提供的证据是不是充分。除非这个人能够提供出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自己所讲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否则他所讲的话只能被认为是他个人的一种讲述或者意见与观点。尤其是当被问询的对象是这样一位女性时，那就更要注意了。2011年8月，在阿肯色州的首府小石城发生了一起令人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城区繁华的街道上，接连出现了很多起盗窃案，但是小偷盗窃的东西说起来有些让人啼笑皆非。因为小偷偷的是一些餐馆积攒下来的地沟油，由于许多餐馆、酒店纷纷来报案，所以这件事就引起了 FBI 的重视。难道是有人在利用这些地沟油非法加工成食品油，再返回人们的餐桌？为了尽快搞清楚事情的真相， FBI 派出了资深探员亚历克·马丁和一位刚刚加入 FBI 不足1个月的新探员亚历桑德罗。在小石城，亚历克·马丁和亚历桑德罗听取了当地警察局的介绍后，对整个案情很快就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然后两个人就开始分别地展开了细致的调查。在调查各个被盗的餐馆老板，并向他们询问被盗情况的时候，亚历克·马丁了解到，这个盗贼每次都只是盗取餐馆每日积攒下来的地沟油，其他的一概不偷。亚历克·马丁觉得这有些奇怪，经继续调查才得知，原来这都是由于汽油价格上涨的原因造成的。本来这种废弃的食用油是根本没人理会的，在早些年一直都是令那些餐馆老板头痛的问题，甚至他们每天都会花钱雇人像垃圾一样将其处理掉。当时也有一些公司在搞这种对废弃的食用油进行加工提炼，然后代替汽油再使用的尝试，但都因为成本过高而放弃。然而随着原油价格的节节攀升，以及这种提炼转化技术的纯熟，大大降低了转化成本，所以一时之间，那些既有污染又臭不可闻的用过的食用油反倒走俏起来。而这些餐馆的老板不但不再花钱雇人将其处理掉，还将其变废为宝，使其成为一笔额外的收入。事情虽然在当时闹得沸沸扬扬，人们也只是谈谈而已，但是亚历克·马丁却从这些老板的言谈中窥出了一些端倪。为了锻炼一下新探员亚历桑德罗，亚历克·马丁让其围绕着以前那些被雇佣倒垃圾油的人入手，去调查此事。几天后，亚历桑德罗果然查出了几个嫌疑目标，其中有一个名叫塔伦蒂诺的女人嫌疑最大。这个女人的家庭状况却引起了亚历桑德罗的感触。她2年前与丈夫离婚，自己带着3个孩子过日子，生活很困苦。而阿肯色州一向以贫困落后著称，
虽然近年来吸引了不少外资，使经济上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按人口平均收入算，仍然是全美国最低的一个州。在询问中，亚历克·马丁一直坐在监控室内，看着询问室里的一切。他发现，在询问那个叫塔伦蒂诺的女人时，这个女人很能讲。新探员亚历桑德罗问一句，她就会接着回答好几句。而当问到大概是什么人在偷这种油时，塔伦蒂诺一会儿说可能是那些倒垃圾的清洁工吧，一会儿又说可能是那些社会上的闲散人员吧。总之呢，他讲了很多很多的可能。经过几次询问后，看亚历桑德罗一直没有什么进展，亚历克·马丁便让亚历桑德罗就这个女人的话去一一求证。几天以后就有了结果，塔伦蒂诺所说的事竟然没有一件事是真的。亚历桑德罗恍然大悟，然后换了一种询问方式。很快塔伦蒂诺便主动交代了，那些废弃的食用油就是他偷走的。FBI 资深探员亚历克·马丁用自己的经验让新探员亲身的体验到了，像塔伦蒂诺这种面对 FBI 探员或者是联邦警察的询问时，为了克服内心的紧张情绪而让自己不停说话的人，往往说出的都是谎言，因而让亚历桑德罗因对方表情和身世等外部表象所迷惑。事实也进一步告诉了亚历桑德罗，只有准确地抓住了犯罪嫌疑人的心理，才能够及时并有效地揭穿对方的谎言，还案情以真相。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下集精彩继续。